这是女人第一次来到酒吧，看着周围形形色色的男人，她完全不知该先找谁进行搭讪，于是只好来到前台，将自己的傲人身姿展露出来。可还不等那些男人们上前，酒吧的老板娘便走过来。这让女人顿时感到羞愧难当，逃离似的跑出了酒吧。因为她之所以会来到这，其实并不是为了来寻求欢乐，而是想要找个人来假扮一天她孩子的父亲。丽兹这些年为了躲避家暴的丈夫，经常带着儿子和母亲到处搬家，这也导致儿子法兰基今年虽然9岁了，却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究竟长啥样。他一直谎称法兰基的父亲是一名船员，每天都需要漂洋过海的工作，所以也就没有时间回家来探望他们。甚至为了能够以假乱真，丽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图书馆查阅航海方面的相关书籍，然后将其中一些故事都写进信里，再假借父亲的名义邮寄给法兰基。年幼的法兰基非常崇拜父亲，每次收到父亲的来信，他都会将上方的邮票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那本密密麻麻的集邮册上，每一张邮票都代表着一段父子间珍贵的回忆。在法兰基的房间里还常年贴有一张航海地图，每次读完信件，他都会把父亲所处的位置标记下来，因为他特别期望哪天父亲也能够刚好经过他所在的城市。而他每次也会将自己的近况写下来，然后通过回信的方式告知父亲。但毫无疑问，在信件离开邮局之前，丽兹都会提前把它截胡下来。看到儿子对自己所编造的故事深信不疑，他也本打算将这个善意的谎言进行到底。然而就在法兰基最近一次的转学中，意外却发生了。同桌的李雷是个比较调皮的同学，得知法兰基的耳朵后天失聪，他故意在桌子上写下了聋哑男孩，想要以此来羞辱法兰基。没想到法兰基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还帮对方纠正了错别字，两人也因此成为了朋友。一次李雷来到家里做客，看到法兰基用来标记的小旗，好奇上面为何都写着一串相同的英文。丽兹告诉他这是法兰基父亲所在那艘船的名字，也叫做沉默玛丽号。李雷从丽兹口中了解了法兰基父亲的情况，没想到第二天竟然给法兰基丢来了一张报纸，上面不仅印着沉默玛丽号的照片，而且这艘船过2天还会在附近的码头停靠。法兰基默默将报纸收了起来，想不通为何父亲没有在信中将此事告知于他。李雷认为肯定是法兰基的父亲压根没打算相见，所以才会将这件事隐瞒下来。为此他还不惜押上自己所有的足球卡，让法兰基也将自己收集的全部邮票作为筹码，打赌2天后法兰基的父亲会不会出现。法兰基听完当即应下了赌约。相比于李雷的猜测，他更愿意相信父亲是想给自己一个惊喜。回到家里，法兰基又重新写了一封信，希望过2天父亲能够抽空与他见上一面。丽兹看完信件顿时感到进退两难，不知该怎么去给法兰基变一个父亲出来。他将这件事告知了母亲，母亲却认为既然已经无法隐瞒下去，倒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将真相说出来。然而丽兹一方面不想伤害孩子的内心，另一方面也不想长期的努力功亏一篑，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来到酒吧，想着花钱雇个人来假扮一下孩子的父亲。可没想到这却让老板娘误会他在从事特殊工作。丽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当即也没有脸再继续待下去。他来到海边崩溃大哭，那份本该属于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如今却只能由他一人默默的承受。这一刻他是多么希望远处的海面真的能够驶来一艘轮船，然后下来一个愿意帮他一把的男人。可直至做到了天亮，丽兹的想法也没能实现。这时楼下餐厅的老板娘回家路上刚好撞见了他，对方了解完丽兹的遭遇后，不仅给她提供了一份端盘子的工作，甚至还帮忙找了个愿意假扮她丈夫的人。按照老板娘写下的号码，丽兹当即便约了对方来到一家咖啡厅见面。男人长得高大帅气，18块腹肌，并且还是一名职业船员，这来冒充她的丈夫再合适不过。但由于明天就要见面，时间紧迫，丽兹也没办法将所有详情向对方说明，只能将这些年与儿子所写的信件都交给他，希望男人能够在一晚上将其全部看完，避免到时让法兰基产生怀疑。在确定只是陪个小屁孩1天就有不错的报酬后，男人果断接下了这项轻松的任务。然而第2天来到家里，都还没等男人见到法兰基，法兰基的外婆就对他相当的不友好，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外孙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好在经过丽兹的劝说，并且保证等法兰基年龄再大一些，一定会将全部真相告知于他，老人这才勉强答应先帮他们瞒着。得到母亲的首肯，丽兹也先向男人支付了1半的报酬，并表示剩下的会等事成之后再交给他。这时法兰基也刚好回到了家里，然而第一次见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他一时却有些不知所措。最终还是男人先开口向他问好，打破了尴尬。而为了解释为何要回家没有提前打招呼，他还准备了一本海洋鱼图鉴当礼物，表示是想给法兰基一个惊喜。这让丽兹也有些意外，男人竟然如此细心。法兰基接过图鉴，顿时爱不释手。他用手语询问丽兹为何对方会知道自己喜欢这本书。男人刚想要解释，丽兹连忙将法兰基转过身去。法兰基虽然耳朵听不见，但却是货真价实的读唇语冠军。
看到男人解释说是从信中的字里行间猜出他会喜欢，法兰基顿时卸下了所有防备，确信眼前就是那个跟他一直通信的父亲。突如其来的拥抱让男人感到不适，但在法兰基外婆期盼的目光下，他还是轻轻将手放在了法兰基身上。这时丽兹提醒法兰基，是时候该去结束与同桌的赌约了。他还拿出一个相机让法兰基记得记录下来，毕竟这个父亲可不是随时都能叫来的。很快父子俩来到学校的足球场，在李雷注意到他们的一瞬间，法兰基连忙按下了快门。李雷有些不情愿地交出了所有足球卡，法兰基没有立即接下，而是将目光转向父亲。父亲教育他打赌就要愿赌服输，如果换成你输了，你也必须兑现承诺。法兰基这才不再犹豫，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足球卡。而有了父亲在一旁观战，法兰基更像是有如神助，愣是没让任何一个球突破他的防线。一场比赛结束，父子俩来到楼下餐厅共进午餐。点菜时，法兰基还特意告诉老板娘，旁边坐着的正是他的父亲。但老板娘哪里会不知道，因为这人还是他帮忙找来的。丽兹躲在后厨偷偷观察着这边的情况，看到父子俩一起吃饭的温馨画面，有那么一瞬间，他是多么渴望这一切都是真的。然而令丽兹始料未及的是，吃到一半，男人却突然带着法兰基离开了。担心儿子会被对方拐走，丽兹紧张的连忙追了出去，连身后老板娘让他放心的话都充耳不闻。等他一路跟到了码头，才发现男人是想带法兰基来亲眼见识那艘在信中提起过无数次的沉默玛丽号。看到二人只是拍照留念，并没有登船的意思，丽兹也不由重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父子俩来到石滩上打水漂，见识到法兰基笨拙的手法，男人不仅细心的教他要怎么玩，还帮他挑选了一块适合打水漂的石头。然而这时法兰基却趁男人不注意，偷偷把那块石头揣进了口袋里，因为这对他来说，这不仅仅只是一块石头，还是父亲送给自己为数不多的礼物。接下来两人一起在浅滩上肆意的奔跑，一起来到水族馆观赏神奇的海马，父子间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越发亲密。在送法兰基回家的路上，男人突然有了一个提议，就是想要邀请丽兹明天夫妻俩一起带着法兰基出去玩一天。丽兹本不想在节外生枝，然而却架不住孩子对父亲的渴望，最终也只好无奈答应了下来。看着法兰基心满意足地回到屋内，丽兹将剩下的酬劳交给男人，两人约定好隔天在码头见面。第二天，在法兰基的要求下，丽兹一大早便起来认真打扮了一番，随后母子二人来到约定好的地点等待。令他们意外的是，男人竟然真的从船上出现，只不过两人都没注意到，对方偷偷将一沓钱塞给了负责看守的船员。三人碰面，经过一番商量后，都决定将今天的行程安排交给法兰基负责。法兰基带着父母来到山顶，一家三口边聊天边欣赏着远处的美景。丽兹的脸上渐渐露出久违的笑容，或许连他自己也忘了已经多久没有如此的放松过了。中午，三人一起来到餐厅吃饭，在父亲的支持下，法兰基第一次尝试了母亲从不给他吃的冰淇淋。饭后，他们来到海边散步，虽然很享受这种父母一起在身边陪伴的感觉，但法兰基也会懂事的留给夫妻俩一点独处的时光，这也让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丝微妙的尴尬。随着彼此间的目光不经意交错，心中也涌动出一种莫名的情愫。晚上，他们一起参加了小镇举办的舞会，法兰基还是第一次感受这么热闹的场面。见他一直盯着班上一个拉小提琴的女生看，同桌的李雷顿时心生一计。他打赌法兰基不敢去邀请那个女同学跳舞，而赌注正是他上次输掉的那些足球卡。法兰基本不想理会这个想空手套白狼的家伙，但父亲看到后却鼓励他，如果他能勇敢地去邀请对方跳舞，那么自己也会去邀请丽兹一起加入。为了父母的幸福，法兰基当即鼓起勇气朝着女孩走去。男人也来到了座位上邀请了丽兹。然而当看到父母已经站到了舞池中间，法兰基却在女孩诧异的目光下突然转弯拐向了一旁。他就这样静静注视着满脸幸福的母亲，这些年从来都是母亲毫无保留地帮助自己，如今有机会他也想力所能及地帮帮母亲。他清楚不仅自己一直在期盼着父亲归来，母亲同样也等这一刻等了不知多少个日夜。舞会结束后，几人慢慢悠悠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男人突然有些好奇地询问丽兹，法兰基的父亲究竟哪根神经搭错了要离开他们，但丽兹却告诉他，先选择离开的其实是他们母子，因为法兰基的耳朵就是被他的前夫打坏的。他其实也不想一直向法兰基隐瞒这个真相，可通过谎言来让法兰基写下那些信件，却是他倾听儿子内心世界的唯一方法。听完丽兹的话，男人顿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一直被他认为是骗子的女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将母子二人送回家里，男人本想要单独与法兰基道别，没想到法兰基竟然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盒子，将里面那只精心雕刻的海马送给了他，还用不太流利的语言询问道：男人不确定是否还有见面的机会，但为了不让法兰基伤心，他还是承诺有机会一定会回来看他。与法兰基道别后，丽兹依依不舍地送了男人出门。虽然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天，但二人还是对彼此间互生了情愫。然而男人所在的轮船明天就要远航，他不得已也只能先行离开。
也直至此刻，丽兹才发现，一开始说好的报酬都被男人悄悄塞了回来，这也不由让她更加憧憬下一次的见面。但就在这不久后的一天，丽兹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有关自己的寻人启事，而发布人正是她前夫的姐姐。起因是前夫已经命不久矣，希望能够在临终前再见儿子一面。在前夫姐姐的游说下，丽兹也不由有些心软，但介于前夫曾经的种种劣迹，她还是决定自己先去医院看一眼再做决定。哪知前夫都已经躺在病床上了，竟然还不改往日的嚣张跋扈，刚见面就对丽兹这些年的刻意躲避破口大骂。丽兹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狗会改不了吃米填供，而她也决定趁这次机会将所有的真相都告诉儿子。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法兰基并没有对此产生太大的情绪波动。相比于一个打聋他耳朵的人，他更愿意承认信中那个虚无缥缈的父亲。不过出于内心的善良，他还是画了一幅海马图，并附上自己的照片让丽兹代为转交，也算是圆了生父临终前的愿望。回家的路上，丽兹刚好从邮局经过，本想着反正以后也不会再有信件寄来了，不如索性也把之前的邮箱给注销掉。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法兰基在得知真相后，竟还继续往这里写了一封信。毫无疑问，这封信就是他故意写给丽兹看的。在所有人都向他隐瞒父亲的真实身份，担心他会因为缺少父爱而造成童年缺失时，法兰基看到的却是母亲对他无私的爱护。明明已经沦落到四处搬家，过着颠沛流离的苦日子了，母亲为了让他能拥有一个自信快乐的童年，还是不惜用几年的时间来编造一个美丽的谎言，甚至用虚假父亲的形象来引导他健康成长，让他免受外界不必要的伤害。他觉得母亲为他付出的已经足够多了，接下来他只希望母亲能够开启自己新的人生，能够只为自己而活，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